就在此刻，全世界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同一件事牢牢吸了过去。48支球队，104场比赛，横跨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3个国家，分散在16座城市，整整要踢上39天。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据说会有超过数十亿人守在大大小小的荧幕前面，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声嘶力竭的呐喊。从酒吧到客厅，从广场的大荧幕到手机的小视窗，全人类的心跳仿佛都被同一颗滚动的足球给牵动着。这本该是一场纯粹的狂欢，是足球的盛宴，是4年1度才轮到一次的全球派对。你可以想象那样的画面，在地球的这一端是万里无云的白天，球迷们穿着心爱的球衣，把脸颊涂上国旗的颜色，成群结队地涌向球场。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可能已经是万籁俱寂的深夜，却仍然有无数人揉着惺忪的睡眼，泡上一杯浓浓的咖啡，守在电视机前，就为了不错过那临门一脚的瞬间。语言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可在这短短的1个多月里，全人类仿佛被同一根看不见的线紧紧地串在了一起。每一记精彩的进球都会在同一时间引爆横跨好几个大洲的欢呼，每一次扼腕的失误也会让无数颗心在同一秒钟狠狠地揪紧。这就是世界杯的魔力，一种足以让整个地球同步呼吸的魔力。可是就在这片震天的欢呼声底下，一股奇怪的暗流正在悄悄聚拢。从日本到巴西，从英国到印度，那些原本各说各话、井水不犯河水的占卜师、通灵人、预言家，最近竟然像是事先串通好了一样，把手指齐刷刷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同一段时间，他们在意的不是冠军最后花落谁家，不是哪一支队伍会捧起那座金杯，而是一句让人听了背脊发凉的话：最危险的日子要来了。而他们不约而同圈出来的，正是6月28日跟6月29日这短短的2天。为什么偏偏是这2天？为什么大家都死死盯着世界杯？又为什么连那部播了30多年，被全世界网友奉为神准的辛普森家庭都被一起卷了进来？这背后到底是纯属巧合的捕风捉影，还是真的有什么是我们还没看懂的？今天我们就一层一层把这件事慢慢拨开，看个明白。我们先从那位日本的占卜师说起。熟悉这个频道的朋友都知道，这几年只要话题一扯到灾难的预兆，日本永远是风暴的中心。日本这个民族对天灾的敏感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地震、海啸、火山、台风，这片土地经历过太多，于是各式各样关于末日的预言也就特别容易在这里生根发芽。从那本被反复讨论到烂的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到作者龙树亮在梦里看见的那场席卷而来的大海啸，再到今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黑暗3日，说是从6月6日那天开始，整整3天，全世界都会陷入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那阵子，超市里的矿泉水跟泡面甚至一度被抢购一空，紧张的气氛弥漫了整个社会。说起来，日本社会对这一类预言的反应总是格外强烈。这个民族似乎打从心底就带着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跟对无常的警觉。毕竟在这片狭长的岛屿上，地震几乎是家常便饭，海啸的记忆也从来没有真正远离过。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本新的预言书，或是一段新的梦境在网络上掀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有人深信不疑，连夜囤积物资，也有人嗤之以鼻，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可不管信还是不信，这些关于灾难的低语总能在这个社会里找到愿意倾听的耳朵。而那本被反复提起的漫画书里那位作者，据说早在好几十年前就在梦里看见了后来真实发生的大地震，这也让他后来关于今年的种种预示被许许多多人捧在手心里，当成不可不防的警告。而这一回，把矛头指向6月底的并不是那位漫画作者，而是另外几位专精于东方命理跟西方占星的研究者。他们翻遍了今年的星历，把每一个特殊的天象都仔仔细细地标记了出来。在他们的推算里，6月底的这几天恰好是好几种不太寻常的星象
集中出现的一段时间。他们说，这样的天象组合并不常见，往往要隔上好些年才会碰上一回。也正因为它的罕见，才更加值得人们打起12分的精神，谨慎的对待。结果呢，6月6日那天，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鸟照常在叫，车照常在跑，什么也没发生。很多人偷偷松了一口气，觉得这出闹剧总算可以落幕了。但就在大家以为警报终于解除的时候，另一批日本的占星师跟命理师却不慌不忙地把日历翻到了6月底，指着6月28日到6月29日这个位置，神情凝重地说：先别急着高兴，真正要留意的其实是这里。他们的根据乍听之下很玄，可细究起来又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在占星的世界里，月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走进一段被称为空亡的特殊时段。说的白话一点，就是月亮已经离开了它原本待着的星座，却又还没走进下一个星座，卡在这段尴尬的空档里，它跟天上其他星体之间暂时不再形成任何角度。自古以来就流传着一种说法，在这种时候做任何重大的决定，开始任何全新的计划都特别容易出岔子，仿佛一脚踩进了命运的真空地带，使不上力，也抓不住方向，连占卜本身都算不太准。而根据今年的天象推算，从6月28日下午2点多开始，一路延续到6月29日傍晚5点前后，正好就落在这么一段又长又明显的空亡时段里。整整20多个小时，月亮都悬在那片无人之境。更巧的是，紧接着到了6月30日，天上还会升起一轮饱满浑圆的满月。在许许多多古老的传说里，满月本身就跟情绪的失控，跟突如其来的意外，跟人心深处那股莫名的躁动紧紧绑在一起。狼人在满月下变身的故事，医院急诊室在满月夜总是特别忙碌的传闻，全都绕着这一轮月亮打转。其实，关于月亮会影响人心的说法，自古以来东西方都不约而同地流传着。古人相信，当那一轮明月圆满地挂上夜空，潮水会跟着涨落，人体里的某些东西也会跟着悄悄起伏。虽然现代的科学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这些说法大多找不到扎实的根据，可奇妙的是，这份对月亮的敬畏跟想象却始终没有从人类的心里彻底消失。每当夜空中升起一轮满月，总还是会有人下意识地多留一个心眼。而今年6月底这一次，偏偏就把空亡跟满月这两件事紧紧地挤在了一块儿。在那些占星师的推演里，这还不是全部。他们说，今年的这个夏天，天上好几颗重要的行星刚好都走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位置上，有的行星正处于一段被认为容易带来变动跟冲突的逆行阶段，有的则跟另外几颗星体形成了一种被视为紧张的角度。把这些零零总总的天象全都加在一起，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今年的6月底到7月初，整体的能量场会显得格外的浮动，格外的不安稳。而偏偏就在这段时间里，全世界上亿人的注意力跟情绪又被一场接着一场的淘汰赛紧紧地拽住。在他们看来，这两股力量的叠加正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换句话说，在这些占卜师的眼中，6月28日到6月30日这短短的几天，就像是好几股不安的力量刚刚好叠在了同一个时间点上。一边是月亮悄悄走进真空，一边是满月即将高高挂起，再加上全球上亿人的情绪被同一场赛事同时点燃。他们说，这样的组合平常或许顶多让人睡不好觉，心浮气躁，可一旦碰上一个聚集了天文数字人潮的超级舞台，那性质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而这个超级舞台恰恰就是今年的世界杯。讲到这里，你心里可能会冒出一个疑问，预言家多了去了，这世界上每一天都有人在预测这个那个，为什么偏偏这一次他们会像被一块磁铁死死吸住一样，全部盯着一场足球赛？答案其实就藏在今年世界杯的特殊之处里。这一届是世界杯漫长历史上头一次把参赛队伍扩军到48支，比赛的场次也跟着直接暴增到104场。
分散在3个国家的16座球场上轮番上演。从6月11日揭幕那天算起，要一路鏖战到7月中旬，才会迎来最后的决赛。而在这整整1个多月的赛程里，最关键也最残酷的那个转折点就出现在6月底。原本相对轻松的小组赛会在6月27日全部踢完，紧接着从6月28日这一天开始，整届赛事就会正式切换成你死我活的淘汰赛，也就是这一届因为扩军才特别新增出来的32强淘汰赛阶段。要知道，过去的世界杯从来没有过所谓的32强淘汰赛这个阶段，以前的赛制是32支球队先分组厮杀，小组出线之后就直接进入16强。可这一届不一样，球队的数量一口气膨胀到了48支，于是主办方不得不在中间硬生生插进了一个全新的环节。也就是说，6月28日这一天，不只是淘汰赛的开端，更是世界杯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篇章，第一次正式登场的日子。光是这份史无前例的分量，就足以让全世界的关注度瞬间飙到顶点。你看懂了吗？6月28日，它不只是占星师口中那个月亮走进真空的日子，它同时还是整届世界杯从欢乐热闹的小组赛一脚跨进输了就得收拾行李回家的淘汰赛的第一天。从这一天起，每一场比赛都成了没有退路的生死战，一个失误就可能让一支国家队4年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全世界的目光，全世界的关注度跟情绪张力会在这短短几天里一口气被推上整届赛事的最高点。而如果站在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件事，这样的场合本身就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就在不久之前，一份来自国际知名智库的分析报告就毫不避讳地直接点明，这一届世界杯将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一场体育盛会。正因如此，它自然也会成为各种有心人士眼中最诱人也最难以防范的目标。报告特别提醒，最需要严加提防的往往不见得是什么跨国的大型组织，反倒是那种独来独往或者3、5成群的本土行动者。他们最可能选择下手的地方不是戒备森严的球场核心，而是球场外大排长龙的人潮，是球迷们聚集狂欢的广场，是赛场周边那些防备相对松散的饭店跟餐厅，也就是所谓的软目标。报告里还特别分析，这一类的场合之所以难防，正是因为它太过开放，太过热闹，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从世界各地汇聚到同一个地方，彼此之间毫无防备地挤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里，要想做到滴水不漏，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负责维安的单位能做的往往只是把风险尽可能地压到最低，却很难把它彻底的归零。也正因为这份天生的脆弱，这类大型赛事才会在每一次举办之前都让相关单位绷紧了神经，做足了准备。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正好碰上某个主办国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庆连假，大批的世界杯赛事会跟举国同庆的人潮重叠在同一段时间里，安保的压力可想而知有多么沉重。更别说今年对那个主办国而言还是一个格外特殊的年份，整个国家正准备迎接一个极具分量的重大周年纪念，届时举国上下的庆祝活动会跟密集的世界杯赛程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成千上万的人潮会涌入各大城市的街头，涌入一座又一座的体育场。对于负责维安的单位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历史上每一次这种万众瞩目的超级盛会都像是在钢索上行走，需要动用海量的人力跟资源才能勉强的把那一根根紧绷的弦稳稳地撑住。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预言家口中的不祥之兆才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刺耳。事实上，这股紧张的气氛在世界杯才刚刚揭幕的时候就已经悄悄露出了苗头。开幕战的场边就因为某些国际局势的牵扯，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插曲，看台上的情绪一度相当激动。这也让很多人意识到，今年这届世界杯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单纯的体育竞技，它背后还缠绕着太多现实世界里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跟张力。放眼今天的世界，
本来就不太平静，好几个地区的冲突依旧烽火连天，国与国之间的角力也一刻都没有停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场汇聚了全球目光的体育盛会，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各种情绪、各种立场彼此碰撞的舞台。有人想借着这个舞台传递某种声音，也有人担心这个舞台会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当成了某种工具。当体育跟政治这两件原本应该分开的事情，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被硬生生地搅和在一起，那份潜藏的张力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或许也正是为什么今年这届世界杯会让这么多预言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了过来。把这些事摆在一起看，你大概就能慢慢明白为什么那些预言家会集体绷紧了神经。一边是天上那套被反复解读的星象，一边是地上空前庞大几乎填满整座城市的人潮，再加上现实里确实存在谁也无法完全打包票的安全隐忧，这几股力量刚刚好就在6月底这个节点上狠狠地交汇在了一起。对于相信这一套说法的人来说，这已经远远不只是巧合那么简单了。当然，站在另一个角度，也有人会冷静地指出，这一切或许不过是人类想象力的一场集体狂欢。毕竟每一年的夏天都会有大大小小的赛事，都会有形形色色的预言，只要事情足够多，总会有那么几条碰巧凑在一块儿。可问题在于，当这些碰巧全都叠加在一个如此盛大、如此引人瞩目的舞台上时，那份戏剧性、那份张力便会被无限地放大。于是，原本平淡无奇的巧合，摇身一变就成了让人津津乐道，甚至寝食难安的悬念。不过，真正让这整件事在网络上彻底引爆、瞬间传遍全球的，还不是那些占星师，而是一只黄皮肤的卡通动画。没错，就是那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辛普森家庭。这部美国动画到今天已经堂堂播到第37季，累积超过800集。这么多年下来，它累积了一个近乎传奇，甚至带着点玄学色彩的名声。无数网友打从心底坚信，它真的能预知未来。从很多很多年前，就在画面里画出某位地产大亨日后当上美国总统的桥段，到一位天后歌手在超级杯中场压轴登台的场景，再到隔了整整20年才终于上映的辛普森电影续集，这些被人一桩桩、一件件从旧片里翻出来对照的巧合，越看越让人从头皮一路麻到脚底。而这一次，被眼尖的网友从尘封的老片里挖出来的，是1997年播出的一集老剧情。在那一集里，男主角河马跟他的太太美芝一起兴冲冲地跑去一座叫做春田球场的地方看一场足球赛。电视荧幕上打出的宣传标语口气非常霸气，写着要一举决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场上对阵的那两支队伍竟然就是墨西哥跟葡萄牙。在那段纯属虚构的卡通剧情里，最后的结果是墨西哥以1-0的比分力克了葡萄牙。有趣的是，在那段短短的画面里，编剧似乎是随手一画，根本没有想太多。毕竟那不过是一部喜剧动画里一个一闪而过的小小场景罢了。可谁能想到，将近30年之后，这个原本毫不起眼的桥段，竟然会被全世界的网友当成宝贝一样，反反复复地拿出来，逐格地分析。有人放大画面里的每一个细节，有人比对球衣上的每一道条纹，甚至连背景里一闪而过的看板都不肯轻易放过。这份近乎执着的热情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了。你发现这巧合诡异在哪里了吗？墨西哥跟葡萄牙这两支队伍今年双双都打进了这一届的世界杯。而更让人坐不住的是，有网友把动画里那座春田球场的外形跟今年世界杯决赛真正的举办地，那座位在美国纽泽西州的巨型球场拿来仔细比对，竟然发现两者的轮廓有那么几分神似。于是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推测就这样不胫而走，迅速传开。难道说辛普森早在将近30年前就已经偷偷地把今年世界杯的决赛对阵组合，甚至连最后的冠军归属都悄悄藏进了那短短几秒的画面里？如果真的照着这个剧本走下去，
那对全世界许许多多的球迷来说，恐怕会是一个五味杂陈，甚至有点残忍的结局。因为那意味着，那位已经征战世界杯多年，年纪都已经40岁出头，一心想在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上亲手捧起那座梦寐以求的金杯的葡萄牙超级巨星，最终还是会在离终点只剩一步之遥的地方功亏一篑。而最后高举金杯尽情庆祝的，会是身为地主之一的墨西哥。说起辛普森，他让人后背发凉的可不止这一桩。网友们翻着翻着，又翻出他一箩筐关于未来的大胆想象。比方说，在某一集的剧情里，他把镜头快转到了遥远的2051年，画面中剧里的角色竟然已经搬到了火星上生活。而如今现实世界里确实有人正大张旗鼓地喊着要把人类送上那颗红色星球。又比方说，他画过一位女性，在那位地产大亨总统之后接掌了白宫的最高权位，成了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他甚至还预言过会飞的汽车终将普及，古老的大笨钟有一天会变成数位显示，而世界上最顶尖的那批富豪将会躲进海底的豪宅里避世。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桥段，如今再回头看，有些竟然真的正一点一点地朝着现实逼近。事实上，这些年来被网友从辛普森的旧片里翻找出来的所谓神预言，早就多到数不清。有人说他画出过某种席卷全球的病毒风暴，有人说他预示过科技公司的兴衰起落，甚至连某些体育赛事的冠军，某些名人的命运转折，都被人言之凿凿地跟剧里的某个画面对上号。久而久之，这只黄皮肤的卡通在无数网友的心里几乎已经从一部单纯的喜剧摇身一变，成了一本被加密过的藏着未来密码的奇书。每当世界上有什么风吹草动，总会有人第一时间跑去翻一翻他的旧账，看看里头是不是早就埋下了什么线索。当然，这个说法一传出来，立刻就有一大批头脑冷静的人跳出来泼冷水。他们翻出最原始的剧集资料，明确指出那一集的名字叫做卡带家庭，是一段年代相当久远的老故事了。剧情里那场所谓的足球赛，从头到尾根本就只是电视机里一闪而过的一段广告画面，纯粹是编剧随手安排的一个小桥段而已。在整段动画里压根就没有提到过任何一个年份，更没有出现过世界杯这3个字。换句话说，所谓的神准预言很可能只是后来的人们把一段毫不相关的旧画面硬生生地套上了今天这个剧本。可是话又说回来，这恰恰就是辛普森这个传说最迷人也最让人夜里睡不安稳的地方。明明每一次几乎都能被人证明是穿凿附会，是事后诸葛，可偏偏总有那么几次，等事情真的发生了，再回过头去看那段旧画面，又真的会莫名其妙的严丝合缝的对上。于是不管理智上信还是不信，每当有新的世界大事即将上演，全世界的人还是会忍不住跑去翻一翻这只黄皮肤卡通的旧账。而如果说辛普森那一段还只是把焦点放在谁输谁赢这种层面，那接下来这位巴西通灵人嘴里说出来的事，可就完全是另一个量级的故事了。这位通灵人在巴西的名气大到吓人，光是社群平台上的追踪者就多达2340万人。就在世界杯正式开打前不久，他在一场深夜的直播里神情无比惊恐地描述了自己反反复复梦见的同一幕场景。他说他清清楚楚地看见在6月24日在美国迈阿密的一场比赛当中，天空中会出现巨大的不明飞行物。他说的绘声绘影，仿佛亲身经历了一般。他说自己感觉被一股力量吸进了一艘飞船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场上奔跑的球员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带离了地面。紧接着，一艘体积更加庞大的母船缓缓降临，把球场外成千上万的观众也一并卷了上去。他说当时的现场到处都是尖叫，是哭喊，是绝望的求救声。他说自己被吓得魂飞魄散，因为这已经是他第2次梦见一模一样的画面了。而梦里那个声音明确告诉他，就在6月24日这天，
会有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据说被带走的人数多达700人。他还补充说，在梦里，那艘飞船散发着一种冰冷的金属光泽，巨大的阴影把整片天空都遮蔽了起来，原本明亮的球场瞬间陷入一片诡异的昏暗。他说，他甚至能清楚地感觉到那种被一股无形力量紧紧攫住、双脚离地的恐惧。他反复强调，这个梦实在太过真实，真实到让他每次从梦中惊醒，都还久久无法回过神来。也正因为这份难以言喻的真实感，他才会选择在镜头前面把这一切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听起来像不像一部好莱坞科幻灾难片的开场？可诡异的地方就在于，他说的这番话很快的就跟另一位早已过世多年的传奇预言家搭上了线。这位预言家，相信经常关注这类话题的朋友，没有人会对他感到陌生。他就是那位被称作巴尔干半岛的诺斯特拉达姆斯的盲眼婆婆万加。她生前双目失明，却被全世界无数的信徒奉为能洞见未来的先知。她在1996年离开了人世，享年85岁。但关于她的种种预言，将近30年来却始终没有从人们的口中淡去。据说她从小就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失去了视力。可诡异的是，自从那双眼睛看不见之后，他仿佛反而打开了另一扇能够望向未来的窗。在他漫长的一生里，无数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了听他说上几句关于命运的只字片语。有政要，有名流，也有平凡的市井小民。而他口中那些预言，据说有不少在后来的岁月里一地成为了现实。据说万加生前留下过一长串对未来的预示，从某场震惊全球的恐怖攻击，到一位英国王妃的骤然离世，从一艘前舰的沉没，到一位美国总统的当选，这些被信徒们津津乐道的命中，让他的名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而根据流传甚广的说法，他早早就预言过，人类将会在今年第一次跟来自外太空的访客正面接触。传言说，他看见一艘庞大无比的外星飞船会在今年的11月前后闯进地球的大气层。只是他并没有把话说得太清楚，这些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抱着善意还是恶意，飞越了茫茫星海来到我们的面前。你看，一边是巴西的通灵人梦见世界杯的球场上空出现了不明飞行物，一边是万家婆婆预告今年人类就会遭遇外星人。这两段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预言，就这样被热心的网友硬生生地接在了一起。再加上这阵子网络上又开始流传起某些政坛人物跟神秘人影同框的模糊照片，于是各式各样天马行空的猜测瞬间一发不可收拾。当然，我们还是得实话实说，关于万家的种种传说其实藏着一个很大的破绽，那就是他本人生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白纸黑字的文字记录。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些所谓的预言，绝大多数都是后来的信徒或是更晚的转述者一层又一层慢慢加上去的。许多曾经亲近过他的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有很多被挂在他名下的预言他本人根本就从来没有说过。但这一点丝毫不妨碍他的名字在今年被人们反复地提起，因为除了外星人，他被传出来的今年预言几乎条条都对应着当下这个让人焦虑不安的世界。有人说，他预言今年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会有撼动全球的天灾，会有地震、火山爆发，跟极端的气候灾害，还会有重创世界各国的经济动荡，甚至还隐隐指向某种更大规模的战争阴影。当这些字眼碰上现实里确实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自然就让不少人心头猛地一紧。而无独有偶，就在万家的预言被翻炒的同时，另一位西方的占星师也丢出了一段同样让人不安的话。他说，今年将会是世界地图被重新改写的一年。他认为，因为某些地区持续延烧的冲突，原本我们熟悉的那些国界线很可能在今年突然之间变得不再一样。一个人这么说或许是危言耸听，可当好几位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不约而同的都在描述一幅动荡不安的图景时，
那种感觉就变得格外微妙了。他们的说法虽然听起来都带着几分模糊跟玄妙，可放在今天这个现实的背景下，却又莫名的让人无法完全一笑置之。毕竟这个世界确实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关口，旧有的秩序似乎正在松动，新的格局却又还没有完全成型。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任何关于巨变的预言都特别容易拨动人们心底那根最敏感的弦。说到动荡，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位这个频道的老朋友帕克。关于帕克，老观众都熟，我就不再多做介绍了。我这里只说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就在不久之前，中东的局势突然之间急转直下，一连串的攻击让那位执掌伊朗多年的最高领袖以及一大批军政高层相继殒命，连带着伊朗的好几处核设施也遭到了精准无比的打击。而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帕克竟然早在更久之前就隐隐约约地提过类似的走向。他说他感觉会看见针对伊朗领导层以及剩余核设施的精准攻击，还说这场冲突会迅速的升温，然后又戛然而止。这一回的应验再一次把帕克狠狠地推上了风口浪尖。而更让人坐立难安的是，他在好几年前出版的一本书里就曾经留下过一个专门关于日本的预言。他说他感觉在今年的8月，日本的上空可能会笼罩起一片足以致命的有毒气体云。除此之外，他还曾经警告过，今年可能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事件，足以重重冲击到加密货币以及人工智慧相关的整个市场。不止如此，他跟身边一些朋友的解读还指出，从去年年底开始，往后好几年，全球的战火跟灾难恐怕都会一年比一年更剧烈，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正在把人类一步步推向某种考验。这些年来，帕克的名字总是跟一次又一次的应验紧紧绑在一起。每当他释出一段新的预示，总会引来成千上万的关注。有人把他奉为当代最准的预言家之一，也有人质疑他不过是把那些原本就山雨欲来的局势，用一种模糊的语言重新描述了一遍。可不管外界怎么评价，那本早就出版的书里白纸黑字写下的那些关于今年的文字，如今读来确实让不少人感到一阵莫名的寒意。而另一位常跟帕克同台对谈的老朋友阿南德，这几年同样声名大噪，名气响彻全球。他也是我们频道的常客，我同样点到为止，不多做介绍。据说他过去那些最重要的预测，命中的准确率高得惊人，几乎达到了98%。今年他所释出的预言同样一点都不轻松。他谈到今年很可能会出现极端的天灾，他谈到环太平洋的火山地震带一带潜藏着发生超级强震的巨大风险，他谈到黄金的价格未来甚至有可能往上翻好几倍。他甚至还郑重预警，人类如果过度依赖人工智慧，那些被我们亲手创造出来的智慧恐怕会招来某种意想不到的反噬。他特别反复强调，今年当中有那么几个特定的月份是格外需要提高警觉的高风险时段。关于阿南德，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年纪轻轻就接连说中了好几桩震惊世界的大事。也正因为如此，每当他开口谈论未来，总会牵动无数人的神经。今年他口中那些关于天灾、关于地震、关于金价、关于人工智慧的种种预警，被一条一条地整理出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有人深信不疑，把那几个被他点名的月份仔仔细细地记在心上，也有人冷眼旁观，觉得不过是又一场危言耸听。可无论如何，他的这些话确实在这个本就动荡的年头里，又添上了一笔让人难以忽视的不安。而就在这一片预言的喧嚣里，还有一位通灵人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世界杯本身。这位巴西通灵人给自己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号，叫做活着的诺斯特拉达姆斯。他今年39岁，这些年靠着声称自己提前看见了好几桩世界大事，累积了大批的追随者。他说他早就预见了那场席卷全球的大瘟疫，
预见了东欧那场至今未歇的战争，预见了某位英国女王的离世，甚至连上一届世界杯最后是由哪两支队伍会师决赛，他都声称自己料中了。靠着这一连串听起来相当唬人的命中记录，他在网络上吸引了一大票死忠的追随者。每当世界上有什么大事发生，总会有人跑去翻他过往的说法，看看他是不是早就提过。当然，质疑他的人也从来不少。有人仔细比对过他那些所谓的预言，发现他们大多说的相当含糊，怎么解读都行。可即便如此，他的名气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随着一次又一次被拿出来讨论，越滚越大。而这一回，面对眼前这届世界杯，他给出的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说法。他说，他在冥想中看见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队名，而是一片浓烈的色彩。在他的描述里，红色跟橘色这两种仿佛火焰一般的颜色会牢牢占据着最后胜利者的身影。于是他列出了一份名单，把那些球衣以红色或橘色为主色调的队伍全都圈了进来，足足有7支之多，其中包括了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英格兰、法国、荷兰，还有阿根廷。他说，这些被火焰之色加持的队伍最有机会在这场庞大的厮杀中笑到最后。当然，你或许会说，这种靠颜色来预测冠军的方法听起来实在太不靠谱了。没错，连他自己都承认，他靠的不是什么数据分析，而纯粹是一种强烈的直觉。可有趣的是，他点名的那几支球队，恰恰也都是博彩公司跟专业分析师眼中本来就被看好的夺冠热门，这就让他的预言显得格外扑朔迷离了。到底是他真的看见了什么，还是只是把大家都知道的热门重新包装了一遍呢？而且仔细想想，这种预测的方式其实藏着一个很巧妙的玄机。世界杯的夺冠热门本来就那么几支，把球衣颜色鲜艳的队伍几乎一网打尽的全圈进来，那么无论最后是谁捧杯，他都有极大的几率可以声称自己早就料中。这就是许多预言之所以听起来那么神准的一个共通的秘密。把话说得越是模糊，越是宽泛，事后能够对上的空间自然也就越大。说到活着的诺斯特拉达姆斯，那就不能不提那位真正的诺斯特拉达姆斯了。这位几百年前的法国先知留下的那些隐晦难解的诗句，几百年来一直被后人反复地拿出来套在每一个动荡的年代上。而今年又有人从他那些古老的诗句里解读出了让人心惊的讯息，说是西方世界恐将在今年陷入某种沉默的黑暗，甚至还隐隐指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当然，这些解读向来是1000个人眼里有1000种版本，信不信全看你自己。把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全都收拢到一起，你会发现，他们虽然各说各话，焦点却出奇的一致。有人盯着天上的星象，有人盯着古老的诗句，有人盯着梦里的画面，可到了最后，几乎所有的指针都隐隐约约地朝着今年这个夏天偏了过去。而在这个夏天当中，又有那么几个被反复提及的时间点，像是被人用红笔重重地圈了起来。其中最受瞩目的无疑就是6月底的那2天。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把这些原本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预言一条一条地收拢起来，整整齐齐地摆在同一张桌子上的时候，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轮廓竟然慢慢地浮现了出来。日本的占星师圈出了6月底那2个被星象标记的危险日子。辛普森的旧画面把所有人的焦点对准了今年世界杯的赛场。巴西的通灵人梦见了球场上空那架不祥的不明飞行物。盲眼的万家预告了今年的外星接触跟全球的动荡。西方的占星师预言着世界地图即将被重新改写。帕克严重了中东的巨变，又警告着日本的灾厄。阿南德点明了今年某些月份里暗藏的凶险。而那位活着的诺斯特拉达姆斯则干脆把预言的舞台直接搬到了世界杯的草皮上。这些人分属完全不同的国家，使用着截然不同的方法。有人靠的是梦境，有人靠的是星盘，有人靠的是所谓的灵视，有人靠的是古老的诗句。照理说，
他们彼此之间根本没有任何串通的可能。可偏偏他们手中那一支支预言的箭头，到最后竟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了今年这个夏天，落在了这场聚集全人类目光的世界杯身上。这种感觉就好像全世界的占卜水晶球在同一个瞬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亮起了红灯。理智告诉我们，这很可能不过是一场巧合。毕竟在这么多预言家，这么多五花八门的说法当中，总会有那么几条碰巧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可情感上，当你亲眼看着这些线索一条一条的汇聚，最后指向同一个地方，那份油然而生的悸动跟不安，却又是那么地真实，那么地难以摆脱。于是一种说法开始在网络上像野火一样疯传。他们说，这一届的世界杯恐怕已经不只是一场单纯的足球赛了，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引爆点，一个让所有不安的能量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集中释放出来的总开关。在这些人绘声绘影的描述里，这场原本应该属于欢呼跟眼泪的盛宴，正一步一步地被渲染成一场可能席卷全球的巨大风暴。这种说法之所以这么有市场，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你想想看，当一件事情本身就已经足够庞大，足够引人注目，那么任何跟它扯上关系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放大好几倍。世界杯正是这样一个天生就自带巨大声量的舞台，在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哪怕只是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足以在顷刻之间传遍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于是那些原本或许无人问津的预言，一旦跟世界杯绑在了一起，便瞬间拥有了病毒般的传播力。人们一传十，十传百，那份原本只属于少数人的不安，就这样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地扩散了开来。听到这里，我必须非常非常认真地按下一个暂停键，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这段话，才是我今天最想跟你说的。我们今天把这些预言一个一个摊开来聊，并不是为了要吓唬你，更绝对不是要你真的躲在家里，从此不敢出门。恰恰相反，如果你愿意真正冷静下来，仔细看看这些预言背后的底细，你会发现他们几乎每一个都站在一个非常非常难以站稳的地方。万家婆婆的那些话没有留下任何一份可靠的原始文字佐证，那段辛普森的画面早就被反复证实，从来没有提过世界杯。那位巴西通灵人口中那架巨大的飞碟，到目前为止也始终只是停留在他一个人的梦境里。那位活着的诺斯特拉达姆斯靠颜色算出来的冠军，更像是一种事后怎么说都对的万能话术。就连那些被吹捧的神乎其神，动不动就9成8的命中率，背后往往也藏着一种我们很熟悉的把戏，那就是说中了就大书特书到处宣扬，没说中就悄悄地略过，当作什么都没发生。换句话说，这些故事之所以听起来那么准那么神，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实在太擅长在事后把那些零零散散的碎片硬是拼凑成一个我们内心深处最想看见的形状。心理学上其实早就有人研究过这种现象。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一台寻找规律的机器，它最害怕的就是毫无意义的混乱，所以每当面对一堆杂乱无章的讯息，它总会忍不住想要从里头整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编织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哪怕那些讯息之间原本根本就毫无关联，预言之所以能够流传，靠的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大脑的这个特性。我们会自动的去记住那些说中了的部分，然后不知不觉的把那些没说中的通通抛到脑后。久而久之，在我们的记忆里，那些预言自然也就变得越来越神，越来越准了。那为什么明明心里多少都清楚，这些东西大多并不可靠，全世界却还是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乐此不疲地去追逐这些预言呢？我想答案或许就藏在我们此刻所身处的这个世界里。当现实本身就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当打开新闻，每一天看到的都是冲突，是天灾，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坏消息，
人心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寻找一个可以紧紧抓住的东西，哪怕那只是一个未经任何证实的预言，至少它给了我们一种错觉，仿佛这一切的混乱是有迹可循的，仿佛那个未知的明天是可以被预先看见的。预言之所以动人，往往不是因为它真的准，而是因为它替我们说出了那句藏在心底深处怎么也说不出口的不安。你仔细想想，从古至今，人类为什么会这么着迷于预言？说穿了，是因为我们对未知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我们害怕那些我们无法掌控、无法预测的东西，而预言恰恰给了我们一种虚幻的掌控感，仿佛只要提前知道了结局，我们就能多做一点准备，多一分从容。从远古时代，人们仰望星空，试图从星辰的排列里读出上天的旨意，到今天，我们守在荧幕前，追逐着一个又一个关于明天的说法，这份心情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改变的只是预言被包装的方式而已。所以6月28日跟6月29日到底会不会真的发生什么？说句最老实的话，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给你打包票，但比起恐惧，我更愿意这样去看待它。那2天，与其说是某种命中注定的灾难之日，倒不如说它更像是一面镜子，一面照出我们这个时代集体焦虑的镜子。在那2天，全世界会有无数双眼睛紧紧盯着同一片绿茵场，而负责安全的那些人们也早已为了这样的超级场合做足了万全的准备，绷紧了身上每一根神经。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在这类万众瞩目的超级盛事上，真正酿成大祸的几率其实低得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如果你问我的建议，我会诚心地告诉你，请带着一份好奇，而不是一份恐惧去迎接那2天的到来。你大可以打开电视，舒舒服服地看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顺便也留意一下那些被预言家们用红笔圈起来的日子，到最后究竟是平平安安的落幕，还是真的有什么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上演。无论最终的结果是哪一种，这都会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因为说到底，预言这个东西，它最大的价值从来都不是告诉我们未来就一定会变成什么样子，它真正的价值是逼着我们去想一想，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到来，我们会希望那时候的自己是慌慌张张、乱了方寸的那一个，还是头脑清醒、沉着镇定的那一个？与其把宝贵的精神浪费在无止境的恐慌跟忧虑上，倒不如把它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比方说，好好的珍惜眼前的每一天，好好的陪伴在你所爱的人身边。比方说，趁着这个全世界都为之疯狂的夏天，放松一下紧绷已久的心情，跟3、5好友一起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尽情的呐喊一回。毕竟无论那些预言最后是真是假，生活终究还是要继续往前。而真正能够定义我们人生的，从来都不是那些尚未发生，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灾难，而是我们此时此刻脚踏实地、认认真真活着的每一个当下。天上的星星依旧照常运转，球场上的比赛依旧照常开踢，而我们所要做的，其实不过就是睁大自己的眼睛，平静地看着这个注定不平凡的夏天，一天又一天地慢慢走下去。今天我们要聊一位预言惊人的加拿大通灵师，以及他对未来几年的惊世观察。在2025年接近尾声时，回望这一年发生的种种大事，令人不寒而栗。那些看似出乎意料的巨变，竟早已有人预见。美国总统川普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选风暴后重返白宫，他上任不到1年，便接连祭出高关税、退出国际组织等震撼全球的激进政策。而更令人瞠目的是，这些政策举措早在川普重新掌权之前，就被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灵性导师透过遥视能力精准预言一一权中。她就是伊丽莎白·埃普尔 Elizabeth April， 一位自幼展现异能、勇闯未知领域的通灵女士。伊丽莎白的传奇故事听来令人匪夷所思。相传她年仅4岁时便曾遭遇外星人绑架，
亲身经历了不可思议的超自然事件。或许正因如此，他自幼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声称能与高维度生命沟通，并穿越时间的束缚，洞察过去与未来的真相。他以卓越的遥视 remote viewing 能力闻名于世，仿佛拥有一双可以透过迷雾窥见未来的天眼。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总是渴望找到穿透黑暗的光亮，而伊丽莎白那一双灵视之眼，恰似为迷航者点亮的灯塔。在2024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仅5天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则震撼预言视频，预告川普的新任期内将会出现哪些改天换地的巨变。如今踏入2026年，回顾过去1年川普重返白宫后所做的一切，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伊丽莎白对2025年的预言竟几乎字字应验，这让全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他的远见。然而更大的问题在眼前浮现，如果他看对了2025年，那他对2026年及以后所透视的未来又将是何等光景？接下来的3年里，究竟还藏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巨变在等着我们呢？为了寻找答案，我们不妨先从川普本人的灵魂使命谈起。在许多人眼中，唐纳德·川普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他横冲直撞，敢说敢做，似乎时常打破常规，让传统政客瞠目结舌。但伊丽莎白透过灵视所揭示的画面，颠覆了世人的想象。在更高的灵性层面上，川普并非什么完美无瑕的救世主，相反地，他的灵魂在转世来到人世之前，竟与神签署了一份最艰难、最肮脏的灵魂契约。这份契约赋予他的不是拯救世人的光环，而是一项格外沉重的使命，成为一名混乱制造者和体系破坏者，以非常规的手段去撼动盘根错节的旧秩序。伊丽莎白解读道，川普的灵魂在无数前世轮回中曾反复扮演着打破僵化体制的角色。换言之，这并非川普第一次当搅局者，他的灵魂似乎早已习惯了充当一只横冲直闯的公牛，冲进历史的瓷器店，把一切陈腐的器皿统统撞碎。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这一世他才会选择投胎，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商人总统，来完成这份注定艰巨的灵魂契约。想象一下，在转世前的灵魂签约桌上，他毅然在那张写着最肮脏任务的契约上签下名字，这意味着他将背负骂名，踏上一条充满荆棘与争议的不归路，只为了执行一项几乎没人敢接的挑战，粉碎旧世界的固有秩序。或许你会好奇，既然是携带神圣使命而来，为何川普给大众的印象却如此？不按牌理出牌。伊丽莎白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解释。她说，川普在公众面前粗鲁、激进、充满争议的种种不完美表现，其实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灵性伪装。这种伪装策略就像为英雄披上一件隐形斗篷。在政治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如果川普像传统政客一样八面玲珑、温文尔雅，反而会引起旧势力的高度警觉，甚至可能在他大展身手之前就遭到精准的打击和狙杀。试想一个一本正经、高高在上的完美政客，一旦他暗中计划挑战深层政府的利益，对方岂会坐视不理？相反，川普处处出格的言行举止，倒像是迷惑对手的烟幕弹。他大嘴巴般的粗鲁言论，不按常理出牌的推特治国风格，让许多精英嗤之以鼻，甚至将他看作一个闹剧式的人物。然而正是这副小丑形象，成了他横冲直撞的保护色。在众人低估与嘲笑中，川普反而得以出其不意地存活于暗流汹涌的政治角力之中，直至握有足够的权力去执行他的终极任务。川普的终极任务是什么？用伊丽莎白的话来说，就是一撕到底，挤破脓包。这个生动的比喻描绘出一幅令人震撼的场景。长久以来，我们的世界就像体内隐藏着一颗巨大的毒疮，表面上或许光鲜亮丽，实则暗藏脓血。如果继续掩盖下去，整个文明迟早要在漫长的腐烂中走向灭亡。然而过去的领袖大多畏首畏尾，不敢或不愿直面这颗毒疮，他们要么遮遮掩掩，要么只敢轻轻挑开一小口，生怕痛得民众哀嚎。然而川普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他选择抓起尖刀，唰的一下划开溃烂，将所有脓屑
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回顾川普重返白宫后的一系列操作，正如这挤破脓包的剧本在现实中上演，他毫不手软地对某些国家祭出惩罚性高关税，强硬拆解过去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网络。他带领美国毅然退出那些他认为受制于全球主义阴影的国际组织，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生生斩断。在短期内，这些举措无疑带来剧烈阵痛，国际供应链震荡，金融市场巨幅波动，许多人一时不知所措。然而正如他说，短痛总好过长痛，他宁可让毒疮在剧痛中彻底破裂流脓，也不愿让人类继续在温水煮青蛙般的腐败中沉沦下去。伊丽莎白以凌氏洞见指出，川普这一连串一丝到底的激进行动，正是在履行他灵魂契约中的一部分。只有把隐藏的脓疮揭开，人类才有机会清理伤口，重新开始。那么，被撕裂的旧系统将呈现何种景象？伊丽莎白预警我们，2026年至2028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也最痛苦的阵痛期。这段时间里，过去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建立起的种种体制、秩序和幻象，会在剧烈的震荡中土崩瓦解，政治版图将重新洗牌，经济制度将被迫重启，人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可能面目全非。正如富人临盆前的阵痛越发强烈频繁，旧世界的瓦解同样会以撕心裂肺的剧痛作为倒计时的序曲。首先映入眼帘的巨变，极可能是金融领域的一场浩劫。伊丽莎白预见到一场足以比肩1929年大萧条的股市崩盘即将来临。试想，股票市场在短短几日内狂泻千里，指数曲线如同自由落体般坠落，各国交易所一片恐慌惊呼，这将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经济不景气，而更像是一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大洗牌。许多昔日财力雄厚、不可一世的跨国银行可能会接连倒闭，仿佛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倾倒。长期以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金融规则将在这场风暴中被强制按下重置键，经济形势会变得异常严峻，失业、通胀、资产缩水等难题迎面砸下，整个世界仿佛倒退回金融原始丛林。然而伊丽莎白强调，这场经济浩劫的目的并非让人类万劫不复，而是要扫除长久以来的虚假繁荣，为真正的繁荣腾出空间。就像一栋岌岌可危的老楼，必须在原地爆破清理殆尽，才能兴建起更坚实美好的新屋宇一样，金融崩溃也是为了埋葬扭曲腐败的旧体系，好让健康诚实的新经济体制得以萌芽。伴随金融风暴而来的，将是埋藏在深处的黑暗势力纷纷现形。这里所说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 指的是一张纵横交错、隐身幕后、操纵着全球政治经济的黑暗之网。伊丽莎白遥示道，近年来我们所见的诸多丑闻事件，不过是这张黑网开始崩解前的冰山一角。例如，美国富豪爱泼斯坦跨国性犯罪集团的曝光，只是黑暗揭露的序幕之一。又如美国娱乐圈传奇人物吹牛老爹迪迪 Sean Diddy Combs 卷入的丑闻风暴，揭开了好莱坞名利场一角的肮脏帷幕。甚至在东方，华语娱乐圈近年也爆发出种种骇人听闻的黑幕，比如知名演员于朦胧卷入的神秘事件，这些都预示着更深层的罪恶正在浮出水面。而伊丽莎白斩钉截铁的预言，随着川普任期的推进，未来几年将有更惊人、更可怕的罪行被陆续曝光。那些曾被视为牢不可破的权力堡垒都将受到冲击，甚至集权统治者也将颤抖于真相之前。试想，连横行数十年的邪恶富豪和明星都纷纷落马，更大的老虎又怎能幸免？或许某一天，遥远东方红墙之内的秘密也将大白于天下，曾经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当黑网中的蛛丝马迹被阳光照射，盘踞已久的黑暗势力势必走向衰亡，这将是旧世界土崩瓦解的重要篇章。然而，扮演脓包杀手的川普本人，难道能全身而退吗？伊丽莎白在灵视中看到了川普个人命运的一抹阴影。2027年左右，当他完成大部分使命，即将卸任之际，可能会遭遇一次严重的健康危机，例如突发心脏病这类生死攸关的意外。试想那惊险一刻，
全世界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屏息以待，仿佛命运女神正掷下一颗生死骰子。然而预言显示，川普最终将大难不死，转危为安，或许命不该绝。毕竟他的灵魂契约尚未彻底履行完毕。熬过这场劫难后，他将顺利走完任期的最后旅程。等到任期结束，政权交接之时，也正是川普在世俗政治舞台上谢幕之日。伊丽莎白强调，川普的历史使命是拆解旧世界。当这使命完成后，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也将画下句点。届时，无论他选择退隐江湖，还是作为象征人物载入史册，他都将功成身退，把新世界的重建重任留给后人。毕竟，他的灵魂来此一遭，目的就在于打碎旧有的壳。至于重塑新世界的美好蓝图，或许是属于下一代灵魂的任务了。那么，当旧世界的高楼在火海中倒塌，新世界的黎明将如何到来？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中，其实早已有新生的种子在悄然萌芽。伊丽莎白看到，地球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频率转变。这听起来有些神秘玄妙，但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整个人类的精神振动频率正在提高。科学上有所谓舒曼共振 Schumann Resonance， 是地球大气层的一种电磁波共振现象，其基频约为 7.8 赫兹，被誉为地球的脉动心跳。多年来，舒曼共振通常稳定如心跳般规律，但近年来科学家们观测到舒曼共振频率时有异常波动，频繁出现升高峰值。伊丽莎白从灵性层面解读这一现象，认为地球心跳的加速象征着人类集体意识正在苏醒提升。我们正逐步从过去沉迷物质的价值观转向追求灵性的觉醒，从彼此分裂对立转向重新团结一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拾对神明和道德的信仰。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向右转浪潮，也就是政治和社会观念向传统保守的回归。在灵性上看来，其实正是人类良知与神性在现实世界中的显化。当人们不再盲从虚无主义和极端进步主义的迷雾，而开始寻找信仰之根时，人类整体的频率就会随之升高。我们正处于一个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交融转型的关键时刻，旧的价值观土崩瓦解，新的意识正在升起。更令人振奋的是，伊丽莎白预言，随着旧势力瓦解，许多曾被深层政府和既得利益者蓄意封印的革命性技术将重新涌现于世。想象一下，一夜之间，石油、煤炭不再是能源主角，风能和太阳能也突然显得过时老旧，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全新形态的无限能源。伊丽莎白暗示，这可能是人类梦寐以求的零点能源或自由能源技术，一种既清洁又可无限自我循环的终极能源来源。这种能源一旦问世，将彻底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能源危机。我们可以畅想那情景，不用再为汽车加油，为发电厂燃煤，也无需在荒野布满风车或太阳能板。零点能装置可能仅仅一个盒子大小，却能源源不绝供给整座城市电力。从此，天上的繁星看着地球，不再看到白天黑烟弥漫，夜晚灯火阑珊，而是一颗清洁璀璨的蓝色星球。人类的科技水准将因此实现飞跃式跃升，而每个人的精神频率也会随着脱离匮乏恐惧而大幅提升。因为当我们不再为生存能源劳心焦虑，我们便有更多精力投入心灵成长和文明创造。可以说，新能源技术的解放将为新世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人类神性的回归插上双翼。伊丽莎白描绘的未来蓝图中，2030年前后的人类社会将发生一次深刻的转型。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这一概念将逐渐淡化，人类将走向一种没有传统国界的新形态文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回归自然又融合高科技的庄园经济模式。或许你会联想到中世纪的庄园封建时代，但此庄园非彼庄园。伊丽莎白所指的庄园经济，是指人类将以较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社区为单位，过上既贴近土地又充满智慧的生活。到那时，庞大的民族国家机器将不再是主流，每个社区就像一个个自治的小王国，却没有残酷的暴政和剥削，而是基于共识与协作运转。每个社区
都能内部解决能源供应、粮食种植和废物处理等需求，再也不依赖全球化供应链的长途输送。想象你所在的社区如同桃花源，一片广袤的庄园里，既有现代化的垂直农场提供粮食，也有自由能源装置供应电力。所有垃圾经过高科技系统被完全循环利用，不污染环境。人们白天劳作，夜晚仰望星空，物质充裕且精神富足。这样的图景有几分类似中国魏晋时期那些隐士田园归真的生活意境，但又融合了当今时代的高科技与高灵性追求。没有强权的钳制，没有尖锐的贫富悬殊，人类将真正成为彼此平等友爱的大家庭。科技不再是异化人性的工具，而变成回归自然而又提升灵性的助力。一切变革的核心，说到底，是人类神性的最终苏醒与回归。金融崩溃也好，政治动荡也罢，种种阵痛，皆是为了让人类灵魂从旧有枷锁中解脱出来，复归纯真、善良、有信仰、有道德的神圣本性。在这样的新人类文明中，或许已经没有狭隘的国家和种族之分，每个人都视整个地球为家园，把彼此当作手足，同心协力守护着来之不易的新黄金时代。当然，以上种种展望听来既令人向往，又心生忐忑。毕竟，从现在到理想未来的途中，我们必须先穿越那段黑暗风暴交加的岁月。眼下2026年的脚步声已经临近门槛，面对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伊丽莎白强调，她的预言并非为制造恐惧，而是在黑暗中为人们提供指引和希望。正如她所言，如果不是川普将脓包挤破，人类的痛苦只会更长更惨烈。我们如今所处的时刻，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旧系统在剧痛中崩塌，新世界的轮廓虽已隐约可见，但尚未完全成型，一切都处于动荡蜕变之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场历史巨变的参与者，无人能置身事外。这仿佛是一场灵魂的考试，黑暗中有诱惑，也有觉醒的契机。究竟选择随波逐流，沉沦于恐惧愤怒，还是坚守良知，拥抱光明未来，全凭每个人自己的抉择。那么，作为普普通通的你我，又该如何在即将到来的乱局中自处？伊丽莎白给出的建议朴素而深刻：保持善良，坚守对神的信念，远离邪恶的体制与意识形态。简单的一句话，道出在乱世中保全灵魂的关键。当经济崩盘、秩序瓦解时，邪恶的势力可能诱惑人们以暴易暴，以恶制恶，但唯有不丧失内心的善与信仰，才能在混乱中挺立不倒。当某些意识形态鼓吹仇恨和暴力时，我们应当警惕远离，不让灵魂被拖入深渊。伊丽莎白相信，良知与觉醒将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唯一方舟，就像洪水来临时，挪亚方舟承载着正义与希望一样，在未来的狂风暴雨中，善良与信仰将是我们的避风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心中的那道光，那么即使黑夜再漫长，黎明终将会到来。此刻，2025年即将成为历史，2026年的崭新篇章正悄然展开。在这人类巨变的起点上，我们或许难免心生迷茫与不安。然而，正如古语所言，破晓前的夜色最为漆黑，黑暗并不可怕，它只是黎明前的前奏。我们有幸见证旧世界最后的崩塌，也将见证新世界的诞生。伊丽莎白·埃普尔的预言为我们揭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尽管前方荆棘密布，风雨如晦，但光明的未来已在彼端等待。当这场历史的洪流席卷而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无法置身事外，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以何种姿态去面对，是随波逐流沉默，亦或乘风破浪前行。答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让我们以善良为舵，以良知为灯，怀抱信仰与勇气，驶向那黎明的彼岸。相信穿越至暗时刻之后，人类将迎来浴火重生的新纪元。全世界正被中东战火搞得天翻地覆，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日联手发动了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一举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油价飙到每桶120美元以上，台股在3月9日暴跌近1500点，创下史上盘中第2大跌点。
可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中东战火吸引的时候，有一群美国通灵师却不约而同地把手指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们说，真正的大事不在中东，而在台湾周边的水域。更诡异的是，他们锁定了2个关键日期，一个在4月，一个在8月19日，说那将是爆炸性的时刻。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扒一扒，这些通灵师究竟看到了什么？他们的预言靠谱吗？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这群通灵师是何方神圣。第一位是来自洛杉矶的程迪·赫文利，他可不是路边摆摊算命的江湖术士，而是美国最知名的灵媒之一，拥有神学和哲学咨商双博士学位，从业超过30年。他的客户包括好莱坞明星、前总统、幕僚，甚至各国元首和皇室成员。在著名的辛普森案审判期间，还被请去协助办案。他被收录在《美国百大灵媒与占星师》一书中，连续25年为美国国家询问报提供灵力加持，据称帮助读者赢得了超过1.75亿的彩票和赌场奖金。更重要的是他的预测命中率，他曾经成功预测了川普2016年当选总统，预言了普京入侵乌克兰，准确预言了台湾赖清德当选总统，甚至连法国马克宏连任、菲律宾小马科斯当选、韩国尹锡悦上台都提前说中了。在2025年，他还精准预测了川普的中东和平协议以及限制伊朗核能力的行动。第二位是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吉尔·杰克逊，他自称是连接物质世界和灵界的大使，是连续2届的年度最佳灵媒得主，拥有数以千计的快乐客户。他在2025年底接受杰夫·马拉波克采访时，发布了他对2026年的预测。他说，有很多变化即将到来，有很多地球变化即将到来。我看到了陆地在移动，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当时听起来有点含糊，但他随后具体指出了这些地震将发生在亚洲和美国西海岸。结果呢？2026年1月的第1周，全球就录得近100次规模 4.5 以上的地震，集中在太平洋火环带地区，其中菲律宾更出现了 6.4 级强震，日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都被震得不轻。更惊人的是，他在2025年就精准预测了日本青森县会发生 7.6 级地震，结果12月果然震了。这位连地震发生的地区都能提前说中的灵媒，他对2026年后续的警告能不让人重视吗？第3位是英国的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被媒体封为新诺查丹马斯和末日先知。他在 YouTube 上拥有超过23万订阅者，做了30多年的预测。他曾提前预言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驾崩、新冠疫情的爆发、川普2016年的当选、英国脱欧。而最近，他预言了美以联军将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和领导层。结果2月28日，美军果然发动了精确打击，连哈米尼都在空袭中丧生了，这准确程度让人毛骨悚然。帕克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谈论台湾问题，他说自己在频道创建之初就感觉到中国和台湾之间会爆发冲突。他还提到了一段奇妙的姻缘，中国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家族成员曾经来找他的妻子简做通灵读取，这让他对中国和台湾的未来有了更深层的感应。第4位是巴西的阿索斯·萨洛梅，自封为活着的诺查丹马斯，他成功预言了女王之死和新冠大流行。现在他警告2026年将出现涉及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全球性冲突，并且预测了可能发生大规模电磁脉冲攻击导致基础设施瘫痪的场景。第5位是被网友封为中国的诺查丹马斯的北京历史教师蒋学勤，他是耶鲁大学英语文学专业毕业，在北京的高中教授哲学和历史，同时运营一个叫做预测历史的 YouTube 频道，拥有近200万订阅者。他早在2024年5月就通过历史规律分析法预测了2件事，一是川普会重新当选，二是如果川普回归白宫，美国极有可能对伊朗开战。如今这2个预言全部精准应验，让他一夜之间在全球社交媒体上爆红。除了这5位主要人物之外，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是美国波士顿的直觉预言家珍妮·梅耶尔，他在自己的网站上维护着一个持续更新的世界灵媒预测页面，由他和一群通灵师团队共同贡献预测内容。在2026年的预测中，他的团队成员之一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有什么东西在水中，
并标注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另一位成员则预见了戴着头盔的男人们在打仗，女人也参与了这场战争，受害者是平民。他还感觉到美国是问题的一部分。这些零散的预见拼凑在一起，描绘出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3、4、5月份预测中，出现了家庭中的阳刚能量需要更多的阴柔药方，女性正在使用巫术般的魔法等描述。一些解读者认为这可能暗指台海局势中军事力量与外交智慧之间的博弈。还有成员看到了美国港口的货柜寥寥无几的景象，这与当前荷姆兹海峡封锁导致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形成了诡异的对应。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的战略脆弱性是所有通灵师预测的共同背景。台湾是一座面积仅36000平方公里的岛屿，四面环海， 98% 的能源靠进口， 70% 以上的粮食也依赖进口。台湾海峡最窄处只有130公里，解放军的火箭军从福建沿海发射导弹到台北只需要几分钟。同时，台湾又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绝对核心，台积电一家公司就生产了全球超过 60% 的先进晶片。这意味着台湾周边水域的任何风吹草动，无论是军事冲突还是自然灾害还是航运中断，都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正因如此，当多位通灵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台湾周边水域时，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好了，认识了这些人和背景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对台湾周边水域究竟说了什么具体的预测。先说程迪·赫文利，他在2026年初发布的年度预测中明确提到了以下几个关于台湾的重点。第一，中国的空军和海军将在台湾附近增加巡逻频率，持续测试台湾的防御能力，但在川普执政期间不太可能爆发全面冲突。注意，他说的是不太可能，而不是绝对不会，这个措辞本身就留了很大的余地。第二，严重的台风将侵袭台湾、菲律宾和中国东部，造成大范围的破坏，这意味着台湾周边水域将面临来自自然界的巨大挑战。第三，他提到川普和梅拉尼亚将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这次访问将在两国之间建立重要的联系，可能促成一份新的贸易协议。第四，尽管地缘政治紧张持续，台湾在川普的领导下将避免与中国的直接冲突，经济预计增长 2.68% 左右，但美国的关税政策将对台湾的扩张造成一定压力。4月，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为什么？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背景。目前美国正深陷美伊战争的泥潭之中，这场战争的烧钱速度堪称史无前例，光是开战首日，平均每小时就耗费新台币10亿元。美军动用了 F-35 隐形战机、B-2 逆踪轰炸机、双航母打击群，摧毁了上千个战略目标。但与此同时，精密武器的库存正在快速下降。有美国政府官员在与国会议员的闭门简报中已经讨论到美军精密武器库存可能因战事而减少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观察人士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假设：如果美军因为中东战事而分身乏术，习近平可能会看到一个对台采取行动的战略窗口，而4月恰恰就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时间点。为什么？因为美伊战争可能还没完全结束，川普却要去访问中国。在外交场合上，台湾问题必然是双方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川普会不会为了达成某种交易而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北京会不会趁这个机会提出更强硬的条件？这些都是4月份最大的悬念。然而有趣的是，目前的情况似乎又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转。根据钜亨网引述《时代》杂志的深度分析，美伊战争短期内反而可能成为台湾的某种安全屏障。这个结论乍听之下很反直觉，但逻辑是这样的：美军在这场战争中展现出的压倒性军事能力，对北京产生了极为明显的威慑效果。你想想看，美军用了什么招式？一夜之间就精准斩首了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哈米尼本人在首轮空袭中丧生，包括国防部长、革命卫队总司令在内的40名伊朗高级官员全部阵亡。美军用钻地弹摧毁了纳坦兹和佛尔多的核设施，对伊朗西部数百个中长程导弹发射井进行了预防性打击，甚至连伊朗海军的巡防舰德纳号都被美军潜艇在印度洋击沉了。这种战力展示对任何一个潜在对手来说都是一个极其清晰的信号。
澳洲国立大学的政治学者直接说了这样一段话：斩首式打击的阴影如今已被证明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情境。中国的第一个反应将会是，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在这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也表示，中国势必会检讨其军备在伊朗与委内瑞拉的表现。我认为他们对美国展现的武力及其执行复杂行动的能力感到有些意外。更让北京尴尬的是，伊朗向中国购买的自杀式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在美军面前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此前委内瑞拉采购的中国先进雷达与防空系统，也完全无法侦测到美军的隐形战机。如果这些武器已经投入使用却仍然无效，那对中国军工体系的声誉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中国的人民解放军近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经历过大规模实战，而现在他们亲眼见证了美军如何在短短几天内就瓦解了一个中等军事强国的整个指挥体系。所以现在的局面是，一方面美军的军事资源正在被消耗，另一方面美军展现出的压倒性战力又在震慑北京。这两股相互矛盾的力量在4月份将形成一个极其微妙的平衡点。如果你是北京的决策者，你会怎么想？是趁美军分身乏术搞一波大的，还是被美军的战力吓得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4月份台湾周边水域最大的悬念。更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坦克智库的最新分析，从美国发动史诗怒火行动后，中国军机扰台的数量居然出现了急剧下降。从2月28日到3月9日这段时间，只有一天出现了2架军机在台湾西南角飞过，其他天数全部是0架次。但到了3月10日，又突然来了5架次飞机，而且有飞越台海中线的举动。这种忽冷忽热的节奏本身就说明北京正在重新评估形势。中国持续维持平均5到7艘军舰在台湾周边站卫兵，像一只始终张开的大手，随时准备握紧。台湾周边水域的局势远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而且别忘了能源因素，这可能是整个棋局中最被低估却最致命的一环。中国每天需要进口大约1100万桶石油，其中约一半来自中东。荷姆兹海峡一出问题，中国每天就少了540万桶油的供应。伊朗在战前每天对外出口约160万桶石油，其中 90% 是输往中国的，主要通过马来西亚水域的影子船队进行转运。再加上之前已经从委内瑞拉断供的44万桶，合计每天短缺近600万桶。中国虽然有12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大约能支撑80到100天，但如果战争拉长，效应就会非常显著。特别是现在伊朗已经把攻击目标从军事基地转向了海湾国家的炼油厂，以色列也把伊朗的油管和炼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这意味着即便战争结束，海湾各国要恢复正常供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目前在国际现货市场上疯狂抢购石油，成为油价持续飙升的重要推手。对台湾而言，能源危机的威胁同样严峻。台湾是一个几乎完全依赖能源进口的经济体，而且台湾约1/3的液化天然气也需要经过荷姆兹海峡运输。国际航运巨头马士基、地中海航运、中远海运已经暂停了前往波斯湾所有港口的订舱。伦敦保险市场已经将整个波斯湾列为战争风险区，保费高到让航商根本无法承受。中油已经宣布调涨油价，加油站前大排长龙的场景成为了这个春天最深刻的记忆。一个正在为石油焦头烂额的北京，有多少精力去冒险动台湾，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反过来想，如果北京判断美国的精力和资源已经被中东战争严重消耗，而且中国的石油困境反正已经很糟了，不会因为对台行动而变得更糟多少，那么是否反而会出现一种反正都是最坏情况不如放手一搏的危险心态呢？历史告诉我们，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一方强大而另一方弱小的时候，而是双方都处于脆弱和焦虑的状态下，误判和意外最容易发生。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时间点，8月19日。帕克在他的预测中提到，他引用了印度古老的纳迪占卜术的内容，暗示对台湾的攻击在2026年之前不太可能发生，但风险将在2027年前后显著上升。他还说，他感觉到将会有一场涉及台湾的重大全球性冲突，而这场冲突可能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在最近的访谈中，他更是直言，我要重申我当时说的话，我感觉到会有某种大的全球冲突，可能涉及台湾，现在看来可能是任何一种全球冲突。这听起来似乎把时间线推到了更远的未来，但请注意，他说的是重大冲突不太可能在2026年之前，这意味着2026年本身就已经进入了危险区间，而如果说4月是这个危险区间的前奏，那8月19日就可能是它的高潮。那为什么是8月19日呢？这里我们需要引入另一个维度的分析。先说帕克提到的那个极其神秘的资讯来源，印度的纳迪棕榈叶，这是一种据说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古老预言系统。传说由印度古代圣者阿加斯提亚用棕榈叶记录下了所有将会来到这个世界的灵魂的命运。帕克和他的妻子简曾经亲自前往印度接受纳迪棕榈叶读取，结果让他们大为震惊。棕榈叶上记载的内容告诉他，他将警告世界关于一团毒气云的事情。帕克后来把这个预言与日本和太平洋板块联系在一起，他感觉到日本将会发生某种巨大的地壳运动，其影响将波及整个太平洋板块，甚至改变世界的格局。如果日本附近的地壳活动引发了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就是台湾和菲律宾周边的水域。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帕克在接受美国灵性节目采访时坦言，他所有的预测中最让他担心的并不是战争，而是自然灾害。他认为一场影响太平洋板块的大规模地壳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它不仅会影响日本，还会波及美国西海岸、台湾以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他甚至用了改变世界这个词来形容这场即将到来的地球变动。这与杰克逊预测的重大水事件和龙数量预知梦中的超级海啸场景形成了惊人的呼应。3位来自不同国家使用不同预言方法的灵媒，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太平洋板块的剧烈活动将在不远的未来对台湾周边水域造成重大影响，而天文学的客观数据也为这些预言提供了某种间接的支撑。有研究指出，日月食期间地球潮汐力的变化确实可能对已经处于临界状态的断层产生微妙的触发效应。虽然这种触发机制在科学界仍有争议，但多项统计研究确实发现了大地震与天文潮汐周期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通灵界和占星界的多位人士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2026年8月的日食和月食。在占星学的体系中，日月食被认为是触发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强力催化剂。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石像窗口期间或前后。多位通灵师和占星师明确警告说，2026年8月的石像将带来极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灵媒世界网站更是直接写道，8月的日食将带来巨大的波动。这种波动不仅可能体现在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上，更可能体现在地缘政治的突然变化和自然灾害的爆发上。而8月19日这个日期之所以被特别点名，是因为它恰好处在这个石像窗口的核心位置。更关键的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几股巨大的力量将同时汇聚在台湾周边。第一股力量是军事部署的重新洗牌。如果美伊战争如川普所承诺的那样在4到5月份基本结束，美军将有大约3个月的时间来补充消耗的武器库存和重新部署兵力。到8月中旬，美军的印太战略部署将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在这个过渡期间，防御态势可能出现短暂的空档，而这恰恰就是通灵师们所说的最不设防的时刻。第二股力量是中国的能源复苏周期。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大约能支撑80到100天。如果荷姆兹海峡在3月中旬开始逐步恢复通航，中国大约需要到7、8月份才能完全恢复正常的能源供应，重新补满战略储备。一旦能源问题解决，北京在对台政策上的底气就会大幅增加。第三股力量是台风季节的高峰。台风通常在7、8月份进入最活跃的时期，台湾周边海域的气象条件将变得极为复杂。贺文丽就明确预测了严重的台风将侵袭台湾。如果一场超级台风在8月中旬袭击台湾，不仅会造成直接的破坏，还可能干扰军事监测和预警系统，为各种意外创造条件。第四股力量是地壳活动的持续累积。吉尔·杰克逊明确警告说，亚洲地区将继续经历重大的地震活动和水事件。他特别点名了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
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他在2025年底就精准预测了2026年初的地震潮。那么他关于接下来主要水事件的预测是否也会应验？要知道，台湾位于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处，本身就是全球地震最活跃的地区之一。2024年4月3日，花莲才经历了 7.2 级大地震的浩劫，这种规模的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32颗原子弹。更让人不安的是，还记得2025年7月那场俄罗斯勘察加半岛 8.8 级大地震吗？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资料，那场地震的震源深度只有约 19.3 公里，威力巨大。日本气象厅为此紧急发布了海啸警报，预警浪高恐达3米。而日本漫画家龙树亮的《预知梦》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中描绘的场景，虽然他预言的7月5日那天没有完全应验，但那场俄罗斯大地震却让所有人重新想起了他的恐怖警告。他在漫画中画到的超级海啸场景，描绘的正是西太平洋海底突然裂开，高达40米的巨浪涌向日本、台湾、香港和菲律宾，甚至将这些地区的陆地连接在一起。地震专家们虽然强调这种预言缺乏科学依据，但他们同样指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南海海槽未来30年发生8到9级大地震的几率已经上升到了 80%。台湾前中央气象局地震预报主任郭凯文曾分析指出，该地区确实存在高风险。虽然他也指出花莲外海的大峭壁地形可以将海啸波弹回，民众不必过度恐慌，但防灾准备依然是必要的。印度神童阿南德也曾经在出席台湾举行的亚洲区块链高峰会时发出过类似的警告。他预言南海地区可能发生3大事件：一是爆发区域冲突，二是发生重大天灾，三是出现类似种族灭绝的悲剧。他指出土星和月球北交点的相会，象征着与水有关的区域将会发生天灾，最先出现问题的地方就是南海，可能会发生地震和海啸。那么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通灵师和预言家的预测放在一起，并叠加上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会看到什么样的图景？第一层是地缘政治的火药桶。台湾海峡本身就是全球最危险的军事对峙前线之一，南海地区有7个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中国宣称拥有9段线内的广阔海域主权，而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汶莱、印度尼西亚都各有主张。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第7卷第26节中写道，轻快帆船和大型划桨船围绕着7艘船，一场致命的战争将被释放。很多专家认为这段描述的就是南海的7国争端，加上美国坚持维护台湾实质独立的立场，这片水域简直就是一个湿漉漉的火药桶。第二层是自然灾害的暗流。太平洋火环带的地震活动持续活跃，南海海槽的压力持续累积。2025年下半年的勘察加大地震已经显示了板块活动的剧烈程度。如果一场大规模的海底地震在台湾周边发生，引发的海啸可能会影响整个西太平洋沿岸。第三层是能源安全的脆弱性。美伊战争已经让全球能源供应链受到重创，台湾 98% 的能源依赖进口，荷姆兹海峡的封锁直接威胁到台湾的能源安全。国际航运巨头马士基、地中海航运、中远海运已经暂停了前往波斯湾所有港口的订舱。伦敦保险市场已经将整个波斯湾列为战争风险区。如果在台湾海峡同时出现军事紧张或者自然灾害，台湾面临的将是双重打击。第四层是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台股已经在3月9日经历了史诗级的暴跌，一天之内重挫近2000点。虽然随后在3月10日出现了强劲反弹，但这种剧烈的波动本身就说明市场神经高度紧绷。帕克甚至预测了人工智能泡沫将在春季破裂，加密货币可能暴跌 70%。如果4月或8月再出现重大地缘政治事件或自然灾害，金融市场的反应可能会更加剧烈。第五层是信息战和心理战的维度。帕克特别提到了网络攻击和基础设施瘫痪的风险。萨洛梅也预测了大规模电磁脉冲攻击可能导致电力中断。在现代战争中，网络攻击和信息战往往是军事行动的前奏。如果台湾周边水域真的要出大事，很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前就会出现通信干扰、网络异常等前兆信号。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拉到更宏观的历史脉络中。帕克在他的长期预测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冲突的本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传统的陆地争夺转向了对水道和海洋资源的控制。谁控制了水路，谁就掌握了主导权。而美国正试图控制未来的货物流通渠道。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应用到当前的国际局势，就会发现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美国先控制了荷姆兹海峡这个能源咽喉，然后可能把目光转向台湾海峡这个贸易咽喉。全球约 50% 的货柜船和 88% 的最大型船舶都要经过台湾海峡，这条水道的战略价值绝不亚于荷姆兹海峡。帕克还预测了中国最终将经历重大的政治转型，他甚至用了中国的终结之始这样惊人的措辞。他预见中国可能分裂为多个民主区域，形成某种邦联制度。虽然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他提醒我们，在几年前，有谁能预料到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会一夜之间被逮捕？有谁能想到英国社会会在短短几年内面目全非？全球变化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个500年前就已经写下的惊人预言。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他的预言诗集《诸世纪》第7卷第26节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轻快帆船和大型划桨船围绕着7艘船，一场致命的战争将被释放。这段话被很多专家解读为描述了一场涉及多国的海上冲突，而南海地区恰恰有7个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汶莱和印度尼西亚。为了强化主权主张，中国在南海填海造陆建设军事设施，派遣大规模渔船队入侵邻国水域，而所有参与争端的国家都曾逮捕在自己的水域作业的他国渔民，加上美国坚决维护台湾独立的态度，这片水域简直就是一个湿漉漉的火药桶，随时可能被点燃。在第1卷第26节中，诺查丹马斯还写到了蜂群将会崛起，夜间设下伏击。有阴谋论者把蜂群和无人机战争联系在一起，因为蜂群的群体智能行为与现代无人机蜂群战术惊人的相似，而夜间伏击的描述则让人联想到突袭式的军事行动。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不就是在夜间发动的吗？如果将来台湾周边水域发生类似的夜间突袭行动，无人机蜂群很可能是主角之一。更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的占星学背景。占星师们一致认为2026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年份。最重大的天文事件发生在2月20日，当天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交汇，这种合相每36年才发生一次，上一次是1989年，也就是柏林围墙倒塌的那一年。占星师们认为，每当这种合相发生在白羊座的重启点时，世界格局就会经历一次根本性的重组。而2026年8月的日月食又恰好处在这个大周期的关键节点上，为整个局势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爆发力。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龙婆也对2026年做出了极为悲观的预言。根据他的信徒对其笔记的解读，这一年可能会爆发一场毁灭性的大规模战争，战火甚至可能导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锐减。萨洛梅这位活着的诺查丹马斯也警告了可能出现涉及中国和俄罗斯的全球性冲突，以及大规模电磁脉冲攻击可能导致电力基础设施的瘫痪。秘鲁的萨满们更是在年初的传统占卜仪式中表达了对2026年的深切担忧。他们甚至对川普的健康状况发出了警告，说他可能在今年遭遇突发性的严重疾病，这将为美国政局投下巨大的变数。如果美国总统在关键时刻出现健康问题，对台湾安全保障的影响不言而喻。帕克引用了印度纳迪占卜术的内容，指出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他说，对台湾的攻击在2026年之前不太可能发生，但风险将在2027年前后显著上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026年可能是暴风雨前的最后宁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暴风雨开始酝酿的阶段。4月份的川普访华和8月份的地缘政治重组，可能就是这场暴风雨的前兆。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提到一个更加恐怖的可能性。蒋学勤这位中国的诺查丹马斯，他的分析方法与其他通灵师不同，他不是靠通灵感应，而是靠历史规律的分析，
他在2024年就通过分析历史周期预测了美伊战争的爆发。现在他的最新分析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很多人都在追问他对台海局势的看法。如果连一个历史学者都能通过规律分析预测到地缘政治的巨变，那么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重视那些来自不同途径的一致性警告？当然，我必须在这里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但书，预言就是预言，它们并不是科学事实，更不是必然会发生的未来。历史上有大量的预言被证明是彻底错误的，包括这些通灵师自己也有很多预测并未应验。帕克虽然预言了女王之死和新冠疫情，但他也做过很多落空的预测。贺文丽虽然说中了很多政治事件，但他2022年就预测中国会对台湾动手，结果什么也没发生。龙婆预言2025年是世界末日的开始，但截至目前人类依然好好活着。龙树亮预言的2025年7月5日超级大地震也没有按照他描述的方式发生。阿南德的很多预言同样存在时间偏差和内容模糊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预言之所以看起来准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确认偏误的心理效应。人们倾向于记住那些命中的预测，而忽略大量落空的预测。同时，很多预言的措辞故意模糊，留有很大的解读空间，让人们在事后可以对号入座。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忽视，这些通灵师的预测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往往是因为他们与现实世界的走向有着某种奇妙的呼应。美伊战争的爆发确实让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台湾周边水域的安全环境确实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地震活动的频繁确实让太平洋板块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中国的能源困境和军事态势的重新评估也确实在影响着台海局势的走向。所以与其纠结于预言是否会准确应验，不如把它当作一个警钟，一个提醒我们关注风险、做好准备的警钟。那么具体来说，如果台湾周边水域真的要出大事，最可能的场景是什么呢？我们根据各方通灵师的预测和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整理出了几种可能的情境。情境一是灰色地带冲突升级，这是最可能也是最隐蔽的场景。中国不发动全面战争，而是通过持续增加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的巡逻频率，不断压缩台湾的防御空间，偶尔越过台海中线，偶尔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深处，偶尔对台湾周边的国际航道进行军事演习。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策略不会触发美国的直接军事介入，但会持续消耗台湾的军事资源和社会心理承受力。贺文丽预测的增加巡逻频率测试防御，正是这种场景。情境二是天灾人祸叠加，一场超级台风或大规模地震袭击台湾的同时，中国趁机加大军事施压，甚至以人道救援为名义向台湾周边水域派遣军事力量。这种场景听起来像电影情节，但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自然灾害往往是军事冒险的绝佳掩护。杰克逊预测的重大水事件如果与地缘政治危机同时发生，后果将难以想象。情境三是代理人冲突，不是中国直接对台湾动手，而是在南海的其他争端水域爆发冲突，比如菲律宾和中国在仁爱暗沙的对峙升级，或者越南和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发生海上摩擦。这些代理人冲突会间接影响台湾的安全环境，因为一旦南海局势恶化，台湾海峡的紧张程度也会随之上升。帕克预测的南海紧张局势和中国的终结之始，可能就是指这类连锁反应。情境四是黑天鹅事件，也就是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突发状况。可能是一次网络攻击瘫痪了台湾的电力或通信系统，可能是一次海底火山喷发改变了台湾周边的海洋环境，也可能是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决定。萨洛梅预测的电磁脉冲攻击和秘鲁萨满对川普健康的担忧，都可能成为触发黑天鹅事件的因素。不管最终出现的是哪种情境，有一点是确定的，2026年的台湾周边水域注定不会平静。地震专家早就呼吁了，面对各种预言，民众应该把重点放在强化防灾意识和实际准备上，而非过度依赖预知带来的警示。准备好紧急避难包，了解住家附近的疏散路线，关注政府发布的预警信息，确保手机的灾难警报功能开启，知道最近的避难所在哪里。
这些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对于金融市场的投资者来说，适度分散风险，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是面对不确定性的基本智慧。最后，让我们回到一个更深层的思考：为什么人类如此着迷于预言？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都渴望找到某种确定的答案。美伊战争让我们见识了国际局势可以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2月27日你还在安心看盘，2月28日战争就爆发了。3月8日你以为市场已经稳住了，3月9日台股就暴跌近2000点，掼破32000点大关。我们以为遥远的战争跟自己无关，结果油价飙升，中油连续调涨，物价跟着水涨船高，加油站前大排长龙的画面成了每周的固定节目。在这样的世界里，通灵师的预言至少给了人们一种提前知道的幻觉，让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完全被动的棋子。有意思的是，你有没有发现，人类对预言的痴迷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自我实现效应。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在关注某个预言日期的时候，那个日期本身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能量。金融市场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当足够多的交易者相信某个价格会跌到某个水平时，他们的抛售行为本身就会把价格推到那个水平。同样的道理，当足够多的人相信4月或8月19日会出大事的时候，各方势力的紧张和防备行为本身就可能改变事态的走向。这既可能让危险升级，也可能因为各方都更加谨慎而反过来避免了灾难。这就是预言最诡异的地方。它在被观察的同时，也在影响着被观察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通灵师们的真正价值也许不在于他们的预测有多准确，而在于他们唤起了公众对风险的关注。当吉尔·杰克逊说做好准备的时候，不管地震是否会如期发生，那些因此准备了急救包和撤离计划的人都不会白费功夫。当贺文丽警告台风将侵袭台湾的时候，不管台风最终是否真的来了，提前加固房屋和储备物资的人都在保护自己。也许这就是预言在人类文明中存在了数千年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它真的能预见未来，而是因为它提醒我们对未来保持敬畏。但真相是，没有人能准确预见未来，通灵师不能，科学家不能，政治分析家不能，甚至连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也不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警觉，做好准备，然后继续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因为不管4月会发生什么，不管8月19日是不是真的是爆炸性日期，太阳依旧会升起，生活依旧会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时代的人都以为自己活在最危险的时刻，但人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的韧性和适应能力。我们经历过2020年的新冠大流行，经历过2022年的俄乌战争，经历过2024年的花莲大地震，现在又面对2026年的美伊战争和全球格局重组。每一次我们都觉得天要塌了，但每一次我们都挺了过来。所以在那之前，保持冷静，关注动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比起任何预言，活在当下才是最真实也最重要的事情。